上期带大家初步的认识女生的生理期，这期就要带大家深入的了解妇科常见的疾病。对于女孩子而言，生理痛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，但就是因为它太常见，往往会忽略子宫对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讯号。我们欢迎安森诊所的吕医师。照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各位观众朋友见面，谢谢。那在上一集我们有为大家介绍女生的生理期，那么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吕医师，就是生理痛是正常一定会发生的吗？这个就不一定，因为生理痛的话，不是每一位妇女都会。生理痛我们把它分为是原发性的生理痛，就是说我没有长东西，子宫卵巢都 OK 的，只是纯粹子宫在收缩。那子宫在收缩的话，有时候跟体质有关系，像说妇女比较紧张，容易紧张的啦，或者比较劳累的啦，体力比较差的，就容易会有这个现象。那这一种就是跟我们前列腺素有关系，因为前列腺素在子宫收缩，我们就是肚子会痛；假如在皮肤收缩，我们会冒冷汗；在胃肠收缩，我们会拉肚子。所以通常在原发性的痛经里面，都会合并这些症状在里面。那原发性的痛经通常是在月经的当天，或者前一天，或者前2天，它不会说在月经的第2天、第3天越来越痛。那这一种我们叫做次发性的经痛。那次发性的经痛就可能要考虑到一些子宫卵巢有没有长东西，像子宫肌瘤、子宫腺肌症，再来就是有没有巧克力囊肿。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等等这些，所以它不可能就是假如说女生的生理期来7天，那她7天都会痛。理论上是不会所以她可能只会痛前面的可能2到3天，对，后面会慢慢趋缓。这个就是原发性的生理痛，会这样子。那它疼痛的部位会不会也有不同？就是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能会有疾病的产生，哪些是正常的生理痛？它的痛法当然就是下腹会闷闷的。然后会像小腿抽筋一样在痉挛，有时候痛到你都会弯着身子像龙虾一样。那这种就是会痛起来就很难过，然后会拉肚子啦、冒冷汗啦，然后发抖啦，这些都会有产生这个现象出来。这一种的话，我们比较相信它是痛经。那只要是抽痛的话，像说下腹两侧会抽痛，那这一种通常跟神经跟韧带有关系，我们就一般都不把它想成是它痛经的问题。那我们有整理几个就是常见的妇科疾病，那在这边想要问问吕医师，这些常见的妇科疾病是什么原因造成它发生的？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？那么我们整理的第一个是子宫内膜异位。对，这个是痛经里面最多的子宫内膜异位，我们现在在医学上比较接受的讲法是月经的回流，它月经回流又会带着子宫内膜的细胞到处乱跑。对，跑到卵巢去，然后就是形成巧克力囊肿。这太任性了吧？有可能跑到膀胱，有可能跑到输卵管输卵管去就造成不孕因为它会造成输卵管阻塞，然后会跑到大肠。有时候大肠就常常会拉肚子大肠会肠燥症这些都会。所以目前我们碰到在痛经里面最多的。那它有可能最远会跑到哪里？大部分都在骨盆腔里面。所以它不太可能会跑到什么肺部跑到肺部都是要随着血液，在生产的过程为什么羊水栓塞会死掉，就是因为它随着血液跑去肺脏。那我们子宫只有月经的回流，不可能流那么远。其实月经的回流很多的妇女都会有，多多少少，但是有的人就不会，有人就会，所以这跟体质有关系你也没有办法去预防。但是我们比较常发现就是晚婚比较太慢怀孕的，通常机会会比较高。那第二个问题是巧克力囊肿。巧克力囊肿是我们在查一些妇科疾病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名字是最特别的。它怎么会用巧克力来命名呢？那巧克力囊肿其实也是子宫内膜异位。那子宫内膜异位它跑到卵巢里面去，随着每个月它月经的血流不出来，然后就每个月大一点，每个月大一点，越来越大。那
我们到时候开刀的时候把它切开，它会像巧克力一样，因为这是黑黑的、脏脏的，然后就像巧克力融化的那个，所以我们在俗称就叫巧克力囊肿。其实它也是子宫内膜异位。巧克力囊肿一般都考虑要不要开刀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挣扎的问题，因为它开刀以后的复发率超过50%。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说，最近想要结婚的生小孩，那就开完刀以后赶快生，因为它怀孕是对它最好的治疗。那我们的胎盘激素就是黄体素的一种，它可以把它抑制掉，所以一般只要生过一个以后，巧克力囊肿再复发的几率就非常少。所以这些妇科疾病它其实是没有根治的，它复发几率其实一样都还是很高。你只要还有月经就有可能复发。那有没有建议女性，就是如果想怀孕的话，就是可能要在几岁到几岁之前？其实，我们人类它的卵的品质最好，其实是在25岁。25岁，25岁怀孕生小孩，它会是品质最好、最聪明的小孩。那慢慢随着年纪，慢慢到34岁，我们叫做高龄产妇。那这个高龄产妇慢慢以后，它的卵的品质就会比较差了。然后到大概40岁以后，它的激素的变化下降的就越来越快，所以当然我们就建议在25岁左右是最好。那我们整理第3个是子宫肌腺瘤。子宫肌腺瘤就是在子宫的肌肉层里面积着月经的血，那这种的话也是因为它月经血就排不出来了，所以随着每个月它也会慢慢就积着，然后越来越肿。那月经血它流不出来，一定会肿胀，会痛，那甚至也会影响收缩，所以通常这种月经量都会很多，甚至有时候不止，月经时间还没到，它就又开始又来了，所以这个叫做腺肌症。那这种又很难去开刀，因为它是月经血积在里面，你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肿块，所以像这种我们都是只好能够症状性的治疗。吃一点黄体素，让它月经血比较少，它就比较不会肿得那么厉害。那赶快生完小孩，万一痛的止痛药没办法，然后或者是出血我们控制不住，内科疗法没办法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接受手术，那就不怕有怀孕的问题了。那我们第4个问题呢是子宫肌瘤。这个子宫肌瘤也会造成我们的痛经。那这种痛经的话，你就看我们止痛药有没有办法止住啊？有没有办法让它不痛啊？然后再来，它也会影响到月经量超过我们的内科疗法的程度了。那当然我们就考虑手术，就手术把它拿掉，那就解除痛经的问题。那么第5点是多囊性卵巢。那想问女医师，多囊性卵巢会造成生理痛这个症状吗？多囊性卵巢它不会造成生理痛，它只会影响到我们的排卵。卵长到一个程度，它就排在我们整个卵巢的旁边，所以卵巢它会周围会很多的囊肿，所以才叫多囊性的卵巢。因为它会比正常卵巢稍微来得大，你只要常常剧烈运动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像生理痛说闷闷的痛，它是会抽痛。它是会抽痛的症状。再来它会表现出来月经的不正常，当然有一部分会正常，但是很多都会表现不正常。它不正常的话，排卵排得不好，男性荷尔蒙就相对比较高。所以你像一些小女生啊，你看她有长胡子啊，手毛脚毛长啊，然后常长痘痘啊，比较胖啊，这个都是因为多囊性卵巢的关系。那如果生理痛是子宫发出给我们的一个警讯，那像是月经的经血、颜色、血块啊，是不是其实也等于子宫有话要说？其实我们一般病人常常有一个迷思，就是我月经来得少，是不是就是里面排不出来，我生理会不健康一定要让它排出来比较多。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是正确，因为其实我们的月经的血每个月大概都50到80 cc 左右，而且它是暗黑色或者是暗红色，它不会是鲜红色，而且绝对不能有血块，因为一个血块一定都超过200 cc 以上，所以这样每个月这样你会造成贫血，去把原理找出来，然后对症下药这样。那颜色的部分会不会有可能跟体质有关？可能有些人的体质会让血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，或是比较浅。正常，因为我们标准的月经的颜色为什么会有暗红色或者是暗黑色？因为它量本身就不多，而且它慢慢流出来，慢慢渗出来，氧化的时间就比较久。所以你假如是鲜红色，我们反而会觉得说，它有一点不正常，因为它流得太快了，出血量一定会比正常
每个月来的80cc 来的多，所以有时候反而要比较颜色比较鲜红的话，我们要去查一下它到底为什么会颜色会不一样。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我妈妈很小就会提醒我们说，生理期来啊，女生要少喝冰水，因为喝冰水喝太多容易造成生理痛。这是真的吗？就医学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错，因为冰水它会造成我们的肌肉会收缩，让你的经痛会比较容易发生，但是它也并不是绝对的啦。就像说我们用温水啦吃巧克力啦，这些也不是绝对的，就是因为看个人的体质啦。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3个月才来一次月经的，那他3个月这样算是正常吗？还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症状，并不表示说正不正常，而是它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内分泌有一点失调。像说我们正常应该要21天到35天就要来一次，就是因为它排卵不好，卵排不出来，或者是卵不成熟，然后它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健康的黄体，所以它黄体素就不够，就会有造成子宫内膜不够厚，所以才会比较慢。超过35天以后，找个时间还是找医师把它催一下会比较好。像一些生理痛的症状啊，我们能不能透过平时的保养子宫，减少生理痛这个症状的发生？其实在经痛里面就跟我们的体力有关系，跟睡眠、压力、情绪都有关系。适当的休息啊，然后这一些当然增加我们的免疫力，那痛经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减轻，因为对痛的耐受性会比较好，就比较不会那么难过啊。当然在骨盆里面有时候平常多做缩肛运动，有时候对神经韧带它或多或少也会有帮忙。缩肛运动，那缩肛运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？像解小便解到一半，把它挺起来那个动作啊，平常做，并不是在尿尿的时候做。那一天跟他做个200-300次，或者是你持续，当然持续的时候会很酸很不舒服，所以你用算次数的，就比较不会那么难过。你想到就可以做，站着也可以，走路也可以，躺着也可以。现在就可以了。平时坐着也是可以，对，就是坐着运动那么非常谢谢吕医师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结束啦。那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别帮我按下订阅，还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子宫肌瘤呢，在我们的上一集的吕医师的访谈影片中有讲到，那里有详细的子宫肌瘤介绍。还没看过这集影片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帮我点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，可以看到完整的子宫肌瘤介绍哦。